感，本地就是毛里求斯人的幸福感很高，是吧？对对，幸福感强，他们和他们宗教都有关系。他们是什么宗教？他们有印度教。印度教、穆斯林教，还有基督教，但是就是印度教，因为印度裔人口特别多，印度教比较非常传统的印度教，对，那种感恩啊，那种任何痛苦他们都会忍耐。他们的这个收入水准呢，应该说1万多一点，最高是达到13000，比中国高一点。然后最近几年这个疫情就下降了，达到9000多。房租大概能多少钱？房租呢，就是说按照我们住呢，一般就是说是1万多、2万多。有6000。最便宜的6000卢比，还有这一般的1万2万多，或者是2、3千人民币这样。他们这个就是基础的生活资料非常的便宜，他那个米呀、油啊、牛奶啊、鸡蛋呀都非常便宜。但是政府补贴的这个是所以呢，就是说他面包也是，他就有幸福感，他的压力就不是很大了。对你，因为你起码吃饱了肚子，谁会去犯罪？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除了游客在的区域，比如游客去的超市、游客去的餐厅之外，其实这些地方东西都很便宜，有政府的补助。所以如果在这里生活，像你们已经变成这种当地人了，所以可能去的这些地方。其实它哪个就是就是超市啊、市场价格差不多，只是我们在这里是属于旅游区嘛，价格稍微高一点点，也不会高到很离谱的那种。它这边起码不会宰客，就没有存在这种宰客的现象。对，我们在这吃了几顿饭，不管是在海边还是在本地的餐厅，其实都挺好的，价位都很好。我们在本地餐厅可能一份饭就150卢比，大概就是4、5美金，然后就吃的挺好的。对，是的。他们的幸福感体现在哪里？就是说，他们这个退休一般60岁之后都有9000卢比的，没有11000，今年又涨了11000，12000，每个人的不管任何人，农民还是过去渔民都有。哇哦，所以相当于2、300美金啊。退休金，这呢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到了退休时都是一样的，那个退休福利都一样，没有双轨制，大家都是平等的退休福利。然后您说到就是这种，医疗也很好。比如说您看病，那次是看什么病？我一般就做了一个小手术的，然后也是免费，完全免费。你知道那个公立医院它根本就没有收费的窗口，它就给你登记一下。然后其实外国人就登记一下护照号，然后也就免费治了。就国内人他们本地人也是登记一下，好像真的不需要。他有任何要收费的那个？没有，没像国内没有，什么都没。那他这里真的是，就是有退休金，然后同时医疗保险非常的好。还有一个上学他们是到大学都是免费的。但毛里求斯这一点非常好，他们的那个独立之后没发生过太大的那种社会动乱啊、阶级冲突之类的，一直非常平和。从你们的角度过来以后，有发现有什么意外惊喜跟什么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它这个里面的问题呢，它这个任何一个社会呢，你说想象的完美的达到那个程度也没达到。比如说它这个免费医疗国家提供重要，但是它的质量就会下降。因为呢，它这个国家还不算非常富裕的国家，它能够广泛的就是普惠式的给所有这个平民有这个提供这个资源，但是它就需要排队啊，一个大的疫病呢，那你还是要需要商业保险。这方面可能跟某种程度上跟美国跟加拿大也都是一个回事。我看到最重要的，我们会觉得不应该依赖医疗系统，而是应该去健身，在这种好的环境里面，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生病，多去享受人生，而不是想着我要住在一个有最好的医院去救我，这种身体这部位坏了，那部位坏了。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不能把这个社会想象的非常理想化。它这里面的平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平民最底层的他照顾的，基本上能照顾到你有尊严的活下去。有尊严的活下去。你说一个开面馆的人，然后他可以养他还能够送出国，你可以想见到。政府给他的，他就对一个人就天天去钓鱼，你自己捕到的也回来在这边卖嘛。那假如天气不好的话政府会每天给500块钱给你的。有的现在可能升了吧？保险，它是根据那个就是
就是天气预报，它有一个标准的，就知道你今天不能去下海了，它就有钱补贴。是，所以说你这个国家你必须得配合这一点。这个国家不是太那么富裕，但它对于整个底层各个阶层照顾的非常不错的。其实这衡量了一个国家的这种文明的发展程度。对，政府你要获得大多数人的选票，你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对你一定有一些普惠式的这个政策出来。对，殖民统治并不是坏事。你看那个非洲很多国家就是因为早早的抛弃了殖民，所以说就是混乱，就是争斗，就是这种种族冲突。离开了英国殖民统治或者法国殖民统治，这个国家原来在这个殖民统治下都是挺不错的，是像什么阿尔及利亚那个非洲民族啊，这个文化的积淀吧，你没达到那个程度，你不理解这个民主应当怎么运行，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博弈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我们想听听你们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活体验，就是这4年前来的这儿，对吧？就是当时怎么就第一个星期来了，就觉得他们这边的人的幸福感特别强。每到星期六、星期天，你看海滩上，他们本地人就一个凉席，一家族就围在一块喝酒唱歌，非常那个。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他们这边的还没有疫情，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本地人几乎不劳苦，他们这边那个 holiday 也非常多，所以说几乎有沙滩上天天暴雨，幸福感强。这里也是真的搞笑，很多节日的，因为它印度教很多传统的节日，然后一个穆斯林。还有那个，真的，其实我觉得他1/3都在度假，1/3时间都在度假，另外1/3在度假的路上。哎呀，真的很多的。对。你们当时一开始是跟毛里求斯有渊源，是因为您在就国内的时候有一些跟毛里求斯的客户，对吧？所以那时候就奠定了这个缘分。然后后来是想过来旅行，然后在疫情之前来的，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疫情，对吗？已经有疫情了，但是我们来的那一天正好是年初，2020年的事情，感觉国内才有疫情，好像全球还好。我们来一下的这边那些海关还问 Are you from 武汉？好搞笑。我们说不是。然后过了，我们待了大概一个月吧，就彻底全部封了。是，这边也封了，这边也落单了。所以那是遇到了个意外，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你们2位就是一拍即合，说我们在这住下吧，不回去了？那个时候又特别的，机票贵。去回国之后，他能折腾你1、2、3个月。那我花那个钱不如我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想法，我不如在这里享受一下。这一想法越留呢，就是大家觉得越来越习惯。这也是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对，也没有说一定要我就整个就搬过来了，要下很长的决心。这边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对。你们当时那张机票买的有回程吗？就是有回程，然后他们就可以变成兑换券。就是本来是准备待可能1个2个月之类的就回去，然后就突然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是就变成了很好的人生故事。对，就把回程机票给换了，然后就定居在这里了。对，这边呢，第一个这里面的气候，确实是，在国内你待过你就知道那个气候，空气质量，这里面我们第一天住这酒店的时候，早晨一打开那鸟语花香，那种空气，那直沁人心脾的那种感觉，你感觉特舒服。你坐时间一长，我们到这个朋友这个庄园这边住，也是每天早晨都能感到的那种空气，这是最主要一点。所以我问了一下毛里求斯的这个空气质量，是全球第2好。第1我没问过是哪里。当时心理上会有一些觉得突然到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会有一些需要觉得适应调整的东西吧？这个真的没一点适应。你来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一带的确实是属于一个人居住的一个环境。因为它呢，你在国内你很少见到陌生人之间眼神搭一对都打招呼。你在这里，你只要走到路上，
只要是游客，只要是这个当地人，你眼神和他一对碰，他一定是公主啊、本主啊这些人就很友好，就问候。所以你感觉到他们这点呢，就是感觉到他们自身的幸福感非常强。没有国内那种防范呀、各种戒备的想法。就是你们现在是属于退休生活。那么我呢喜欢读书啊、写作啊，那么这个环境是最适合的。我在国内呢是以前做过这个品牌策划呀，还有一些工厂的质量管理啊这些。然后还写作一些那个。到这里来，我发现他这个体制呢也属于一个民主体制，就是言论方面也是很开放，不会有那么大的限制。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其实还是很自由的。虽然可能在这里的生活不一定说像国内那么熟悉，但其实它有更多其他方面的东西吸引你。对，你打开互联网，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那你们在广州的住所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是后来远程安排的处理了吗？现在正在处理，也不重要，不需要就为了这个要回去。对小朋友啊，对老人家非常好，自然的环境是最好的环境。那你们会觉得，比如说语言上有挑战，或者是以前的朋友就可能他这个英语呢，就是比较流通的。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英语单词，你慢慢就能够进行沟通了。语言都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像你父母，如果说过去有一些英语单词积累，你说就是说多少钱，how much，购买一点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很快就适应了？很快就适应的，所以一点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说是像国内那种天天有老人在一块扎堆呀、聊天呀、八卦呀、跳广场舞啊，这里没有，这里没有。但是你们有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这里面你确实要有享受阅读的那种快乐，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的感受到这种幸福。对，我们觉得理想退休生活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可以换着住一住，对，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对，这种退休生活其实很理想，因为其实是已经没有那么多束缚了，对吧？对，你如果有远程工作这个能力的话，这里毛奇欧斯就我看到好多个德国的、英国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做 IT 的呀，做数字传媒的，他们就在这里定居的，每天早上也有这种数字游民类的。对。